大地震动，地面被撕裂，深坑开始不断的扩大。片刻后，一座黝黑的巨大深坑便是出现在了众人眼前，但那期盼中的祖气之脉却依旧并没有出现。林飞的目光凝视着巨坑深处，眼瞳的深处有着光芒在流转。还真的有点意思啊！这支脉竟然如活物一般，知晓要隐匿在不让人发现的地方。林飞轻笑一声，众人还在疯狂地爆发出元气，不断地挖掘此地，但他们却始终都无法见到所谓的祖气之脉，并非是此地没有，而是那祖气之脉竟然在不断地躲避着大家的探查。林飞也不再留手，因为这祖气的支脉拥有的灵性，所以不出手的话，就一直不会挖掘找到。旋即，林飞手掌伸出，只见的雪白毫毛如潮流般的自掌心席卷而出，咻的一声，裹挟着磅礴的力量，对着这处山丘之地暴噬而下，破开了厚重泥土的山岩，疯狂地对着大地深处突击而去。这林飞的实力竟然如此的可怕，简单的一出手，竟然就能将这片的山脉掀翻了一半。此时的众人眼睁睁地望着那大地深处被搅得天翻地覆，可令得他们不解的是，他们并没有所谓的祖气之脉。林飞依旧凝神操控着毫毛匹练，在那大地深处疯狂地穿梭来穿梭去，因为这片地狱已经被林飞用捆气柱牢牢地锁住。这条祖气之脉，就算拥有者灵性，恐怕也无法逃脱出去。而一直不明白林飞行为的那位女子，也终于是隐隐地察觉到了什么，当即瞪大了眼睛望着那山丘的地底深处。终于抓到了！在过了片刻时间后，林飞的唇角微微一掀，双手同时按下，轰的一声，一股无法形容的古老之气如火山一般的爆发而出，一道道震惊无比的目光投射而去。只见得在那山丘之地的深处，竟然有着淡黄色的气流弥漫出，那些气流隐隐地化为一种如龙般的长长形体，虚虚实实起来。而这明明只是一团虚幻的气流，但却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古老之味味的灵性。淡黄色的气流隐隐之间，似是有着一道咆哮之声传荡而出，这股气息是祖气之脉。此时众人开始激动地失声尖叫起来，因为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真的找到了祖气之脉。真的找到了，哈哈！实在是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显然是他们未曾意料的区域，竟然真的会有着祖气之脉的存在。此时，这位女子以及众人都是用惊愕的目光望着林飞。林飞，你竟然能够感应到如此清晰的祖气之脉？女子忍不住地问道，心中满是震惊之意，因为就算是她，也无法能够感知的那么清晰。看来林飞的实力似乎变得更加的强大了。一般情况下，祖气之脉非常难以感应，就算是他们，也需要凭借着观气台来感知祖气的大致方位，然后才能够逐步的去探寻出祖气之脉的存在。可先前跟着林飞一路而来，祖气之脉躲藏得严严实实，他们费尽心机都未能找到半丝关于祖气的位置。可如今却被如此心思缜密的林飞用精准的方式下捕捉到了祖气之脉的存在。林飞，你的灵魂修为似乎又有了新的提高。女子用那双美眸盯着后者，轻声道。林飞笑了笑，自己的确在前不久突破了灵魂的一个小境界修为，才让自己有着一丝感应来找到祖气之脉的存在。各位准备，连接苍玄天，将这祖气之脉引导进去。林飞说道。不过就当林飞的声音落下之时，这方大地似乎是隐隐的有些震动起来。怎么回事？众人立即变得警惕起来，而林飞也是眉头微微一皱，旋即他的目光望向祖气之脉存在的巨坑深处。在他那强大灵魂力量的探测之下，他感觉到在这地底的最深处，似是有着无数道奇特的强大气息在如潮水般的奔腾而出，是这一道祖气之脉所孕育而出的强大生物。林飞的目光扫了一眼这片贫瘠的山脉，若有所思，此处连任何生物都看不见踪影，恐怕不是没有，而是被这地下的未知的强大生物给全部吞噬了。不好，所有人戒备，地底深处有着一道非常强大的东西准备破地而出。林飞收起自己的灵魂力量后，开始随着众人喝道，因为就算强如他，都感觉到在那地底深处的洪流气息散发着极度危险之感，显然不是普通的生物，其力量已经达到最强主宰的层次。这样的力量，就算是林飞都不敢轻视。听到林飞的喝道，所有人皆是戒备起来，其身上磅礴的元气一道道不断的升起，在他们的手中，诸多兵器也是闪现而出，散发着兵器的恐怖之气。这些人的实力乃是主宰境，虽然是小主宰，不过其实力可以堪比当年的石木天邪神的实力，所以有着如此之多的小主宰强者汇聚一起，所散发出来的元气力量，足以震慑这一方天地。而如今祖气之脉就在眼前，只要清除了这些最后的阻碍，他们就能够享受到祖气的浸泡。所以就算是有着非常强大的生物出来，此时他们的战意极其的高昂起来，大地的震动越来越强烈。在下一刻，巨坑深处突然被撕裂开去，黑色的洪流带着刺耳尖笑声以及滚滚凶煞之气，开始逐渐的彻底席卷而出。林飞见状，手掌一招，只见的手中出现一颗深黄色的晶体，晶体有9个窍孔，宛如眼睛一般，散发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玄妙之感。在这9窍石晶上面，林飞还能够感觉到那与祖气如出一辙的古老之味。难道这就是由祖气孕育而出的奇宝吗？林飞摊开手掌，好奇地打量着手中的那道深黄色的玄妙晶体。如若这真的是一道祖气所孕育的奇宝的话，那么此物可谓是无比的稀罕与珍贵，就算在天元界最大的交易市场都无法买到。林飞手中的奇宝散发着无比可怕的能量波动，这无疑对他的实力有着巨大的帮助与提升。旋即，林飞的身影一闪，便是出现在了那位女子的身旁。
此时的女子望着林飞手中的奇宝，带着一丝笑意的说道：“真是收获不错呀。”听得这位女子的话语，林飞无奈一笑。这刚获得的奇宝也让得林飞非常的激动，毕竟这乃是祖气所孕育出来的奇宝，其中的能量必定不凡。没想到这里竟然会隐藏着祖气所孕育的奇宝。女子也是有些羡慕感叹着，显然她也明白林飞刚刚所获得的奇宝非常稀有。在林飞他们收起祖气奇宝的时候，大地深处的强大生物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当中。巨大的生物直接冲天出，散发出令所有主宰境强者都是微微一惊，气息所过之处，竟然直接把空间都震碎开来。一道来自这突然出现的巨大生物嘴中传出，长相与一些魔兽类似，只不过这种生物是所有人都不曾见过的存在。这是什么东西？竟然如此的强大！此时，这些强者都露出惊异的目光，投射在巨大生物之上。林飞望着这从地底深处冲出来的巨大生物，眼神一凝，感受到这生物的身躯竟然隐隐地散发出堪比最强主宰的力量，太棘手了！曲武，小心！林飞似乎下一刻便是感觉到一股不妙之感，冲着那位女子厉喝道：“一道恐怖的力量直接朝着曲武的方位直接发起了进攻。”一个吞吐之间，强大的力量爆射而去，空间瞬间被撕裂开来一般。什么？曲武一脸震惊，不过顾不了那么多了。这生物竟然一上来就对自己发起进攻，真是令人愤怒！这么多人就攻击我一人。曲武便将怒意收敛，化作一道强大的攻势，直接对着自己突然袭来的力量攻击在了一起。恐怖的能量之声直接席卷天地，只不过曲武的身躯直接被倒飞了出去。这仅仅只是一招之间的对拼之下，曲武竟然就处于下风。虽然曲武的实力不是这里最强的，但也是一位大主宰。不过从刚刚的对拼之下，就算是大主宰的实力，在其生物面前都是不敌。众人一起合力将其击杀。林飞见到此生物非常的难以对付，也不打算自己一人出手，便是召集这些主宰强者一起攻击。虽然都是小主宰的实力，但是如果一旦如此多的小主宰联合起来，那么所爆发出来的力量足以震慑一些大主宰。似乎这只生物知晓了林飞他们的意思，冲着众人咆哮了几声，然后丝毫不拖泥带水的将巨大的身躯掠进人群之中。一道巨大的身躯之上散发出可怕的肉体之力，直接对着下方的众多强者轰砸而下。旋即，众人见状并没有躲开，而是将自身的元气尽数催动，然后在他们的上空处有着一道由元气所凝聚的屏障形成。下一刻，这巨大生物的身躯直接砸在了众人所凝聚的屏障之上，整个场面都是变得异常的震撼人心。下方诸多强者开始全力施展自己的力量，皆是用尽他们所有的力量，开始对这只生物发起进攻。尽管生物的实力非常之强，但是他们每一人的心中都没有任何的一丝惧意，有的只有一股激情的战意。在高空上的生物的似乎也没有想到自己这强大的肉体之力攻击下，竟然被这么多小主宰实力强者联合之下被抵御了下来。不过这生物见到这种情况，再度响起一道咆哮之声。随着咆哮之声的落下，生物的肉体上再度散发出非常可怕强大的力量。而就在此刻，原本不分上下的对抗终于被破防了。不远处的林飞见状，眼神开始变得凝重起来。这生物的肉体之力竟然强大到如此可怕地步，他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之中，将自己的强大元气也催动在其中。这一刻，林飞不再保留实力，直接将自身的元气尽数轰出，其力量已经达到了最强主宰初期。随着一位最强主宰的加入，他们双方的力量又达到了一个不分上下的阶段。然后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众人的元气也开始渐渐的用尽，而上方的生物则是没有一点消耗了力量后的样子。再这样下去，他们这群人必定会全军覆没。林飞的眼神一动，在其深处的灵魂力量开始涌动，直接轰击在生物的识海之中。但是下一刻就让林飞震惊的是，这生物竟然没有灵魂，有的仅仅是他体内有着一道祖气。没想到这生物的体内还有祖气，还真是令人震惊。在这个区域上看来，比其他地方的收获更多不少。那只生物也没有想到，自己如此强大的肉体之力，竟然与这群人拼得不分上下。最后在众人合力的坚持之下，终于双方的力量都是发生了改变，两道力量轰轰炸开，强大的光芒将这里的山丘之地尽数笼罩在了其中，有者落石滚下，最后大地都是微微一颤。可怕的力量在爆炸之后，在这片天际上依旧有着久久未散的能量余波，开始大范围的传荡而去。光芒渐渐散去之后，这片山丘竟然被破坏了一大半，大地都是有者数道裂缝以及几道巨坑出现，诸多强者有的身上血迹滑落，也有者强者重伤。刚刚与那强大生物的最终对碰之下，竟然两败俱伤，就连曲武和林飞二人都是有着不小的伤势。那不远处的巨大生物也是瘫软的躺在了地面上，在其强悍无比的肉体上还有着不同程度的伤势。曲武，你没事吧？林飞看到躺在地面上的生物，看来他们联合攻击之下也算是重伤了对方，然后对着倒地的女子关心道。曲武轻咳了几声，然后目光也是望着不远处巨大的身躯后，才松了一口气。没事，终于解决了吧？林飞点点头，然后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一抹难以掩饰的笑容。看来在他们的配合之下，也终究战胜了比他们任何一人都要强大的这只由祖气所孕育的生物。旋即这巨大生物直接变换成5道光团，在光团升起时，林飞屈指一弹，罢，5道光团便是被截了下来，晃悠悠的漂浮于两人的面前。光芒渐渐的散去之后，露出其中的真容，正是5枚形状不一，却是蕴含着古老之味的奇宝。
众人看到这一幕，开会欢呼雀跃了起来。没想到他们在此处竟然已经获得了这么多的奇宝。灵飞望着手中的奇宝，微微沉吟，看向曲武：“你觉得如何分配？”曲武想了想，面色平淡，刚欲说话，却被一道极为不好气的声音打断了：“你们也不必拿出去与他们分配了，毕竟数量太少。若是分配不均，反而容易引起一些人心理不平衡，倒不如给我们好了。”在第一时间，灵飞、曲武以及众人的目光望着远处走来的数道身影，在看清楚这位身影的面容之后，他们的脸色顿时一沉。你们乾坤天的梵天宫难道想要抢夺？灵飞喃喃道：“虽然乾坤天的底蕴要远远高于苍玄天，但是他们也不会惧怕任何一人。如果惧怕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来参加这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了。你们苍玄天乃是诸天之中最弱的一天，如今还是乖乖的将奇宝交出来，不然的话，我们梵天宫对你们可就不客气了。”此时，一位蓝袍男子一脸阴险地望着苍玄天的这批一众人，似乎他们这些人根本不入他们的眼。不过也确实，梵天宫的实力可是乾坤天最强的势力，只要有人与之对抗，除了混元天敢出手之外，其余的诸天都会避之。我们凭什么要给你们？虚武的脾气本来就比较冲动，此刻见到对方来者不善，更是直接爆发了出来。再者，这可是我们一批人一起努力获得到的奇宝，如果你们想要，你们自己去找啊！想要免费获得别人的奇宝，你们是强盗不成？闻言，那些梵天宫的众人不怒反而阴险的一笑。蓝袍男子说道：“强盗们，那我们就做一次强盗如何？你们又奈我们如何？”林飞也不想与之废话了，因为这批人很明显就是要来抢夺他们的东西。那看来我们没得谈了。既然你们如此做法，那就战上一战吧。见到这些苍玄天的众人竟然这么不怕死，梵天宫的强者也不再与之废话，态度直接来了一个大转变。既然你们想要死，那么就成全你们。蓝袍男子直接率先掠出，强大的元气开始瞬间在周身凝聚，然后身影出现在了天空之上。对付你们苍玄天的小主宰，我梵音力一人足矣，让你们尝尝梵天宫的独门技能。随着话音落下，在梵音力的攻势之下，一股来自天地间的音波之力瞬间凝聚在其跟前，然后梵音力的手掌微微一握，立马这强大无比的音波之力朝着苍玄天的众人席卷而去。此时此刻，苍玄天的众人开始将所剩无几的元气再度旋转到极致，想要对其抵抗，但是这一次他们无论如何发起抵抗，依旧无法抵挡得住这来自梵天宫的音波技能。再加上苍玄天的这批人刚刚已经用尽全力与那祖气所孕育的生物战斗过，已经消耗了大部分的元气，还有者人已经重伤，所以整体上的力量已经被削弱了不少。而且这梵天宫的梵音力的实力还是一位最强主宰后期，在经历过刚刚一场战斗后，怎么可能会是一位最强主宰后期强者的对手？所以这一次梵天宫算是算好了时机，似是要打算将苍玄天一网打尽。被如此强大的音波攻击他们的耳膜之中，他们的头脑瞬间一震，他们的脑海里出现了嗡嗡嗡的响声，随后便是见到一个接着一个人开始缓缓的倒地，他们的元气耗尽了，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他们的身躯依旧发挥到了极限了。该死！林飞见状，银牙一咬，既然他们利用音波攻击，那么他就用灵魂力量发起攻击。林飞双眼微闭，然后将体内那强大无比的灵魂之力凝聚在自己的眉心之处，然后在这股力量汇聚到一个极限的时候，林飞的双眸立马一睁，梵音力，接我这一招！随着愤怒之声落下，一道可怕的无形力量便是朝着不远处的身影攻击而去。但是身为最强主宰后期的梵音力，他的感知力极强，虽然灵魂之力是无形的，但是灵魂的攻击路线却被梵音力早已发现。雕虫小技，虽然你的灵魂之力非常的强大，只是可惜还没有达到与我实力抗衡的阶段，所以你这一招对我无效。当即梵音力一声冷笑，然后大手一挥，一股强大的元气便是出现在其手掌之上，便是对着灵魂力量所攻击而来的路线轰击而去。两道强大力量瞬间对碰，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彻之声。强大的元气攻势化作一条巨龙，直接将林飞的灵魂攻势所吞噬殆尽，并且这由元气所化的攻势极为的强大，在吞噬了灵魂之力后，再度朝着林飞的方位爆射而去。可恶！林飞的眼神逐渐变得凝重起来，自己如此强大的灵魂力量攻势竟然也被对方瓦解，看来这梵音力的实力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们都去死吧！在梵音力的眼中，这些苍玄天之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不过唯独有一点，他必须要品承认的是，这些人的运气可比他们好多了。仅仅在这一处地方，便是获得诸多的奇宝，就算是梵音力这等强者，都升起了羡慕之色。苍玄天的众人开始露出绝望之色，刚刚才获得的奇宝，难道真的要被别人抢夺走了吗？不过就在所有人认为事情就这么结束的时候，一股更加强大的灵魂力量直接将元气巨龙瞬间瓦解开去，原本快要击中林飞身躯的力量顿时消失了。什么？此时身为最强主宰后期的梵音力，自然感觉到刚刚有一股极其可怕的力量将他那道攻势轻松的击溃而去，而这道力量同样也是一道灵魂力量，就连林飞的目光都是变得不可思议起来，目光不算的扫视着四周，可是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出现。可是刚刚他也感受到了一股比起他自己还要强大无比灵魂力量，那么刚刚救下自己的强者究竟是谁？出来吧，既然已经来了，何必要藏头露尾？如果你也想要奇宝，我们五五分便是。梵音力知晓此人能够轻易的将他刚刚的力量所瓦解，想必也是一位不弱于自己的强者。55分，
我要的是10分。一道爽朗的笑声自山丘之上传来出来，见到有声音传出，众人的视线立马便是闻声而去。旋即便是在山丘的上方看到了一位身穿黑色衣袍的青年男子，在其背上还有着一把黑色锯齿。你是谁？樊英丽看清楚山丘之上的那道身影之后，没有着急的出手发起进攻，而是忍住自己的情绪，面无表情的冷冷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最好快滚，不然的话，待会你们这梵天宫之人将会全军覆没。”黑袍男子的声音很平淡，但是其中却是有着无比霸道的姿态，无疑是一方强者的风范。原本还想与此人好好交流一下，但是对方如此说话，那么他也没必要再与这位黑袍青年好好说了。不管你是谁，既然你口出狂言，那么就不要怪我们梵天宫的人出手了。你们给我上，杀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樊英丽的眼神转头看向后面的数道身影，然后沉声道：“他选择自己不出手，是想要看一看这突然出现的黑袍青年，其实力究竟有多么的强大。”是，旋即，樊英丽身后的数道身影便是爆发出可怕的力量，对着山丘上的黑袍青年发起了进攻。见到众多梵天宫的强者对着自己攻来，黑袍青年的身影没有一点动作，所有人都在疑惑。这黑袍青年怎么一动不动？难道已经被如此多的强者围攻吓尿了不成？这些猛攻而来的强者也是露出一抹得意之色，他们也已经这位黑袍青年已经被他们如此强大的攻势吓到了，更是战意暴涨，强大的元气直接对着山丘之地暴轰而去。小子，多管闲事，今日就让你付出多事的代价。其中一位强者露出狰狞之色，脸上浮现一张可怕的狠厉，丝毫没有任何留手。但是就在大家认为这一场战斗该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周身竟然开始变化。空间上一种炙热的温度开始逐渐的上升，旋即一道绚丽火海瞬间浮现，将这些对着自己攻击而来的数位强者包裹在火海之中。什么？数位强者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震惊到了，因为他们的力量在触碰到这些火海的时候，竟然都被瞬间吞噬掉了。他们这些强者的实力可都是大主宰的实力，可就算如此，在联合的攻击之下，竟然无法攻破这团无尽的火海之力。与此同时，不仅是梵天宫的那位樊英丽有些惊骇，就连苍玄天的那一众人都是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这些黑袍青年。现在滚的话，我可以让你们不死。一道威严之声自黑袍之下传出。如果是之前说这句话，这些人可能还不动声色的以为这是一个白痴，可是在此刻见识到黑袍青年的实力后，他们可不会这么想。在火海中的那数位强者皆是看了看不远处的樊英丽，似乎他们也很为难。要是现在临阵脱逃，恐怕回去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是不走，恐怕今日他们都得交代在这里了。见到这个画面，不远处的樊英丽被气的脸色都开始变得扭曲起来。一道低沉之声传出：“真是一群没有用的东西，给我滚！”一道强大的元气之力汇聚到自己的手掌之上，然后对着火海那处用力的一拍，巨大的手掌直接对其呼啸而去，带着一阵狂暴之风，直接与火海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两股催动到极致力量之下，最终彼此的力量相互被抵消而去。这位樊英丽的实力，那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刚刚的那一掌也是他的强大技能之一，让得苍玄天一众人无比的吃惊，因为这一掌的威力他们非常知晓，就算是一位最强主宰初期的强者想要硬抗的话，那都会被击成重伤。而刚刚的对碰之下，竟然是不分上下。在那诸多震惊的目光之中，林飞的神色更是变得有些复杂起来。他的眼角瞟了一眼那位黑袍青年的身影，催动他那强大灵魂的力量。从黑袍青年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已是一位最强主宰中期，虽然比自己强上很多，但是能够与一位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对抗，足以说明这位黑袍青年极为的不见大。要知道，实力境界达到最强主宰之后，其中的每一个小境界划分都是天与地的差距，所以最强主宰中期的实力击败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就不要怪我了。樊英丽此时的心情非常的不爽，偏头看了看自己所带来的那些人，心中更是一顿怒意。你们这群废物，真是垃圾，连这装腔作势是小子都收拾不了，都是给我们梵天宫丢脸。被自己的领队者所辱骂，这些强者也不敢出声，因为一旦出声，这些人恐怕将会受到樊英丽的毒打，所以他们选择了忍，也不敢说一个字。你们是诸天中乾坤天那8大势力最强焚天宫之人。此时，黑袍青年喃喃地出声道，就算是对面比自己实力还要强一些的樊英丽，也没有表露出一丝惧意之色。正是，不过你现在就算是跪地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你了。谁放过谁还不知道呢？黑袍青年的声音依旧是非常的平淡。见到黑袍青年说话如此的嚣张，焚天宫的樊英丽直接纵身一跃出现在黑袍青年的上空，眼神极度森然地盯着下方的黑袍青年，并且不再废话。刚刚自己与这黑袍青年所施展的绚丽火海对拼过，此人也极为的不简单，所以樊英丽也直接施展全力。下一刻，只见得一股凶煞无比的强大元气自樊英丽的体内爆发出来，那元气呈现暗红之色，其中隐隐有着无数道巨虎的咆哮之声，虎啸震动这片天地，让人的灵魂都极为的震颤。一头是人的巨型猛虎便是浮现而出，猛地一张嘴，只见得一股凶煞无比的暗红元气自其体内弥漫出来，虎嘴张开，他那血盆的大口，吼的一声，黑虎啸，瞬间由肉眼可见般的虎啸音波裹挟着能够震碎一切灵魂，
直接对着黑袍青年所在的方向狂暴的肆虐而去。黑虎啸的威力霸道无匹，若是被击中，连灵魂都会被轰碎，即便硬抗了下来，也会出现片刻的停滞，而那个瞬间，就是反应力更为致命的攻势就会笼罩而来。这是反应力最强的手段之一，以往不知道有多少对手命丧其这一招之下，就算是一些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对上这一招都要避之锋芒。可想而知，这一招黑虎啸究竟有多么的强大。呼啸而开的强大音波直接以迅雷之势击中黑袍青年的整个身躯，而且后者的身躯也顿时僵直下来，犹如被黑虎啸的强大音波给彻底的震慑了。此时见到自己的攻势正中那道黑袍身影，反应力的脸庞变得更为的狰狞起来。还以为有多么强大，原来就这点能耐，插手我们梵天宫的事情，这就是你的下场。以后可不要出来多管闲事了。反应力的周身空间有着强悍无比的元气威压，铺天盖地的散发出来，连苍玄天的众人都是头目震慑的目光。林飞木露复杂之色，喃喃自语道：“没想到这梵音力的实力这么强大，竟然能够将元气提升至这种可怕的程度。要是这一次获得祖气，恐怕都能够突破最强主宰巅峰，届时真的可以成为一名顶级的强者。”如今林飞自己的实力也才最强主宰初期，想要突破到最强主宰巅峰，恐怕至少都要数百年的时间。如果你真的就这点本事，那么这一场战斗就该结束了。那黑袍青年如此轻易的就被这一招黑虎啸给震慑住，这般行为也实属正常。就算是最强主宰后期的对手都要避开这一招，更何况是一位最强主宰中期，实力被这一招所正中，那恐怕不死，灵魂也得重创。